车！小车，你受伤了。少华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好。 你们楚经理呢？去春江花月了。啊。老高，哎，人都在啊。哦，人都在。老李，哎，文老板，外部的兄弟回来了吗？都回来了，只差一个张连义，他今天请假回老家了。文老板，白小姐打来电话问楚小姐回药房没有？楚小姐不是去安娜吗？她说楚小姐后来又去南京路了。好，对。哎，局势没明朗之前，谁都不能离开店里啊。好的，文老板。文老板，南京路去不得，他们都开枪了。文老板，危险啊！他们告诉我，你死了。那个我是死了，不过我现在又重生了。少华，如果我知道你还活着，我一定会等你。 哪怕死，我也要等你。现在还不晚吧？一切都还来得及吧？来得及，永远都不晚。我得马上赶回指挥处，之后过来找你。我等你。 没事吧？没事，员工都没事吧？都没事。被枪杀的同胞太惨，是要来一场暴风雨了。狗飞有满意之交涉结果，事不开市。 截至6月呢，我们跟菊锦堂的捐款已经是大洋8809，小洋有8115，铜钱98301。其实商界虽然开市呢，但是筹集巨款，还有援助罢工工人，这些都一如从前的。现在各行都已经开始营业了，我们也应该着手我们那个分店的计划了啊。我这几天去看了几个地方，去看了那个南京路，还有吴淞路延安东路。我觉得这些点呢，如果我们有新的想法，老板，这已经下班了，你既然想请我吃饭的话，咱们能不能不聊工作啊？我请你吃饭就是为了谈工作，不谈工作你请我吃饭。好呀。不跟我讨价还价。行。哎，还是那个抠门爱钱的楚少华好。一心拼事业，无情无欲。你现在这样，我怎么放心把我的工作交给你啊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是老板，这世界上呢有很多东西都比金钱珍贵了。哎，别跟我说是爱情。爱情是其中之一。你真的被那个夏二少给迷昏头了？别提了，我都很久都没有见到他。我以为你们俩打得火热、干柴烈火的，怎么了？他太忙了，自从南京路那一别，我就很久没有见到他了。那1个多月前了。忙什么？具体的我不知道。他是不想见你吧？人家忙着都是为国为民的大事，
是吗？嗯，哎，这么久没见面，不影响你们的感情啊？不会啊。这么肯定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跟他呢，就算很多年没见，甚至不知道对方是否还活着，但是一旦我们再见面的时候，一切都没有改变。哎，你有事啊？还是聊我的事儿比较无聊？也不是无聊，就是有点肉麻。哎，你知道从坐到这儿到现在，你已经看了3次表了吗？你肯定有事，是不是有约会？谁呀？是女生吗？漂不漂亮？比你漂亮。你认识多久了？刚认识没多久。看你闪闪躲躲的样子，动心了？哎，许你热恋不许我动心啊？没有，我替你高兴。我时间差不多了，先走了啊。好吧，你去忙吧。哎，祝你们感情顺利啊！祝你们早日见面啊。行。哼，约会还叫我吃饭，还点这么多菜，还我买单。在很多人眼里面，我们永远都是下等人，不管我们做什么，他们都会瞧不起我们。索性不用管他们，我们自己快乐就好。但我不想你因为我被别人笑话。如果背地里笑话我，我就当做没听到；如果当面笑话我，我就杀了他。老穆，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这样对过我。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让我这么放不下。不管未来怎么样，我认定你。冰心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，相信我。我来看看你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。要不这样，我陪你一起去，我跟他们宣布，白冰心就是我穆子如的女人。我相信那些记者多少也会忌惮几分。不，今天这个舞台应该只属于她自己。她是白冰心，而不是谁的女人。她今天最应该得到的是大家的理解和尊重，而不是被别人忌惮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你是最美的，是最坚强的。走。白小姐来了，来了。我是白冰心。很多年前，我还在老家的时候，我叫康二妞。除此之外，我确实还有一个名字，陆宁香。在我还是康二妞的时候，我爱上了一个男人。虽然他没什么钱，但是只要能和他在一起，哪怕穷一辈子，我也愿意。后来，我跟着他一起去了北京，我把自己全部都交给他了。但是他为了还他的赌债，把我卖到了临芳楼，也就是妓院。在那儿，我就有了陆宁香这个名字。就在我绝望、等死的时候，
我的一个朋友救了我，在他的帮助之下，我逃离了林芳楼，隐姓埋名，来了上海，慢慢的就变成了今天的白冰心。以上就是我的全部经历。白小姐，您知道公开承认您曾经做过妓女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想，如果可以通过我的经历，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被黑暗势力吞噬的女性，唤起社会的良知，就算名誉扫地，万劫不复，就算我什么都没了，我认为这也是值得的。白小姐，我佩服你。白小姐，骗了你的那个男人是小武吗？是。他把你卖进妓院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投河自尽，以证清白呢？请问你是哪个报社的？小凤报，赖之明。第5个要重点注意的记者是小风暴的赖之明，这个人呢一向都很尖刻的，不过我们可以以彼之矛攻彼之盾。赖记者您好，我之前读过一篇您的文章，是关于您回忆小时候的，在私塾里有同学丢了钱，那时候您家里是最穷的，所有人都认为那钱是您偷的，这件事情让您很受伤害。我想问赖记者，当时您为什么不跳河自尽，自证清白？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偷钱，我若是跳河，那岂不是枉死吗？那我又做错了什么呢？你死就是枉死，白小姐的死难道就是应该的吗？就是这样。白小姐，请问你对小武在报上说的那些话有什么看法吗？一会儿肯定会有记者问你怎么看待小武说的那些话，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回答：小武说什么，我没有任何的兴趣，但是有一点我确实是想不明白。像小武这种丧尽天良的坏人，他为什么没有被谴责？他为什么没有受到惩罚？他甚至现在还可以像名人一样到处接受采访，我不明白了，这是天理吗？我听说你的事了，你还好吗？那边有我的药铺，我做生意了。你终于做到了，还得谢谢你曾经对我的鼓励。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呢？把生意做好吧，多多挣钱，把我的女儿萱萱养育成才，照顾好大顺的娘。那就好。你呢？还好吧？一如既往。那你之后怎么打算？我过几天就要去法兰西了。祝你一路顺风。天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，我女儿还在等着我。好。走，我们去祈福。哎，女人是不能走正门的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男尊女卑那一套？跟我来。去哪儿啊？不行。哎呀，别怕。
原来从药王庙的正门走进来，是这种感觉。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现在是民国了，就应该男女平等。男女平等？对啊，所有男人能做的事情，女人也都可以做；所有男人有的权利，女人也应该同样享受。我要开药铺，所以就是说我也可以开药铺，可以做生意，可以重振我们家的慈春堂，对吗？当然可以。那也就是说，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下元了。下元不算什么，在齐州，可能下元数一数二。但如果你走出齐州，走出中国，如果你看到了外面的世界，你就会发现，下元其实什么都不算。外面的世界，韶华，以你的聪明和胆识，只要你愿意走出去，一定能做大事。那我也能做大事。我还有点事情，得先走了。哎，那以后还能再见到你吗？能。老二家的跟着，快点。奶奶，卷，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把那个字帖临摹完。你今天的任务是拿下那个浙江客商。哎，萱萱真棒。走了，娘我走了。宋平，饭呢？你在等我？昨天半夜我就在这里等着了。我回齐州，也是为你。什么事啊？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法兰西吗？这6年来，我一直带着这个哨子，也一直没有忘记你。小周，你如果陈大春还在世，我绝不打扰。但现在，陈大春已经不在了，我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次。4年前，你说今生到此为止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4年后的今天，我想说的是，今生让我们重新开始吧。韶华，跟我走。小朱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楚韶华了。在我眼里，你永远都是从前那个楚韶华。我嫁过人，还生了孩子。不管你嫁过多少次，生过多少个孩子，你就是你，我想要的你。小朱，你大哥是夏元，你是枫桥夏家的2公子，而我呢，我是陈大顺的未亡人，娘家落魄的寡妇，3岁孩子的母亲。你我之间是不可能的。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你是谁的寡妇，谁的母亲，你娘家怎样。我唯一在乎的一件事，就是你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我们是同类。在我牵着你的手，穿过那扇女人进入的大门的那一刻，我们是同类这件事情就已经刻在骨子里了。我们是同类，但是我们有不一样的牵绊。你我现在都是单身。我还有别的割舍不下的。是女儿吗？我们当然要带她一起去。不止。还有什么？表嫂，表嫂，表嫂，大事不好了，药铺出事了！啊！都给评评理呀！我答应从外让头疼，吃了这华川药铺的药去早就成。这种话不能乱说，具体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。哎，大家快来看呐！华川药铺卖假药啊！哎，你可别乱说，这没有的事儿。话不能乱说，这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如果是我们华顺的事情，我们负责；如果不是，我们也不能白受冤枉。哎，大家都来看呐啊！华顺药铺卖假药了！大少奶奶，怎么回事？今天一开门就这样了，非说是咱们药吃了，我说我要检查，他不让。
我说给他请大夫，他也不让，他就在这闹。你们找警察是吧？你们还打人！别动手啊！别动手！打人！大人！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这人在这儿躺着的呀，你看不见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必须赔我1万个大洋，少一个字儿都不行！哎，怎么可能？不许要我们！不赔，我们就砸了你们的药铺！你们想干嘛？你们谁敢砸药铺，我今天就跟谁拼命！哎呀，我的男人呐！这要是没了你，我这一家老小可怎么活呀？他男人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。小江，闭嘴！这位大姐，对不住啊，昨天我们药铺伙计在配药的时候一时疏忽，搞混了几味药，所以才导致你男人现在这样的症状。那你这就认了吧？做错了当然要认，不过你也不用着急。我看你男人现在症状挺严重的，咱们救人要紧。我这儿呢有特效药，一旦服下，他的病立马痊愈。小王，哎，麻烦你去取5钱五毒草过来。五毒草？快去！哎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五毒草可是剧毒啊！寻常人只要服下1钱，就得立刻毙命啊！是啊，这位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正常人粘上五毒草，那确实是要丢了性命。但是这吃混了药的人服下五毒草，却能救命，这就是所谓的以毒攻毒。大奶奶，哎，等等，你当着大家伙面说清楚啊！这我男人要是吃了你的药，当场好不了，你怎么说呀？他如果吃了好不了，我以命抵命。这份他吃，如果有什么意外，这份我吃。这算了，不能算了，救人要紧。小王，把人按住。哎，我不治了，不用治了，我没事。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我们来，再来2个人，把腿给按住。你们别！帮忙！按住腿！张腿，嘴张开，张开，张开。我好了，我好了，真的好了，真好了，啥事没有。走，快点！小王，把这收好了啊，别让人误服了。柱子，把这都收拾好。好嘞。小宋，嫂子，拿点茶水过来。好。刚才大家看了半天热闹，都口渴了。小江，跟受到惊扰的客人们说，今天我们的药价全部9折。好。让你牵绊的除了女儿，还有这一番事业吧。夏先生，您跟我进来吧。好了，大伙都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各位乡亲，我们大少奶奶为了感谢你们，今天9折。疼。你怕疼，还帮我挡了一下。更怕你疼。少华，其实一切都不是问题。什么不是问题？你喜欢做生意，那你更应该跟我去法兰西。那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商学院，你可以在那里学法律、学会计，还有管理、营销、市场。待你学成之后，你可以把生意做到全世界去。我相信去了法兰西之后，你的眼界可以打得更开，生意可以做得更大。柱子，哎，大少奶奶，送夏先生出去。夏先生，请。少华，要做就做大生意，实业兴邦，那也是国之大事。夏初回来了，这事我怎么不知道？夏老板都没跟您说？哦，你先别问，这个夏初为什么要拦着咱们的人呢？这我哪知道啊！今天在现场，要不是他死乞白咧的护着那寡妇，我肯定把药铺砸得稀巴烂。这就奇怪了。说这个夏初，他不是对药材生意不感兴趣吗？你像前些年，
那个夏老板苦口婆心的催夏初回来，夏初是一心搞革命，就是不回家。兴许是改主意了呗。那搞革命能有搞钱舒服？那是搞钱当然舒服啊。你先坐。你说，夏初这次回来，是真的要帮他哥哥谈生意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你想啊，不管这哥俩谁对那个小寡妇感兴趣，他们现在已经把小寡妇当成自己人了，所以夏初他会玩命的挺那个小寡妇，对不对？难道是要用那寡妇取代你？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，卸磨杀驴。那要真这样的话，那咱就不干了。呸！怎么不干？我现在只要一走，夏老板一定得查账。这些年咱们搞钱的那些事儿，这能查吗？账啊，咱们太难了。这事儿如果传出去，这个齐州城谁敢用咱们呢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不仁我不义，不是给他来个釜底抽薪？他不是指望那个小寡妇吗？我呢，就让那个小寡妇突然消失，他手里没了抓手，他不还得用我吗？对，有道理。来，一不要你有来，二不要你丑，三不要你穿错了，小妹妹的花都。梁老板，小妹妹呀，小，梁管事，挺有雅兴啊，连吃带喝的，还唱着小曲儿。坐吧，走吧。你们三个今晚上就在这儿凑合一宿吧。啊，明儿我安排车送你们回山西。谢谢梁管事。少喝点酒，明儿还得干活呢。不多，就解乏。你慢着。哎，今儿去华春药铺闹事儿，反而落了个没趣的，就是你呢。哎，别提了，就为这事儿，梁管事把我们几个狠狠地臭骂了一顿。你们去华春药铺闹事儿啊，简直是不知死活。不是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哼，连土匪二秃子当年都栽在了陈家大少奶奶的手下，就你们呐，不是他对手。哟，掌柜的来了。哎，哟，徐元小姐也来了。叫关大夫。关大夫。哎，他昨晚受了风，我就说今天带他来，请您看看。好，徐元小姐来坐这儿。哎，来把手放上。哎，我给你看看啊。萱，听关大夫的话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哎，把舌头伸出来，我看看。好。王大哥，谢家老爷和许家少奶奶的药都煎好了。啊，好嘞。柱子，哎，送药。镇北张家和枫桥李家的药我还没送完呢。要不你我这炉上还有8副药没煎呢，这药现在离不开人啊。这药我去送吧。哦，来，大少奶奶，您辛苦。是谢家老爷。哦，跟许家少奶奶。好。你来了，来，这药啊，一定要趁热喝啊。有劳了，大少奶奶。应该的。大少奶奶。哎，拿好，去抓药吧。谢谢大夫。啊。关大夫，萱呢？啊，掌柜的。哎。萱在后院呢。哦。萱呢，没什么大碍，就是感染了风寒。我给她开了2副药，吃完就应该没事了。不过这2天啊，需要注意，千万别再喝风着凉了。好。谢谢您啊，关大夫。When I wake, it's sweet to find I've been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。好棒啊，萱。喵。
娘，我会唱英文歌了。你唱的真好。我还会说英语呢。是吗 ？Come 是过来 ，Go 是走 Yes 是是的 No 是不是。还有呢？妈咪 ，I love you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夏叔叔还送了我这个，这是地球，我们就住在地球上。这是月亮，月亮围绕着地球转。这是太阳，地球带着月亮围绕着太阳转。地球还有好多小伙伴呢。这些都是你画的？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看到过一本讲天文的儿童画册，特别长见识，就凭着记忆画了一本给萱萱。画得真好。我发现我们萱萱真的特别聪明，不管是什么，跟萱萱讲一遍，萱萱就全记住了，是不是？是，她九九表都已经背下来了，还学会了很多字。但我觉得这些还不够，萱萱应该接受更系统的教育。系统的教育是？少华，我们带着萱萱一起去法兰西吧，让她从小接触最先进的科学技术，感受更多元的文明，领略更开阔的世界。少华，你跟萱萱都不应该被局限在华顺药铺，被局限在齐州。你跟萱萱都值得一个更广阔的世界。萱，你想去法兰西？想。少华，萱，可以把刚才那个英文歌再给娘唱一遍吗？可以。Dreaming of home, dear old home, home of my childhood. 就送到这儿吧。好，我这就回北京，给你和萱萱办手续，订火车票、订船票，可能需要3天的时间。我也得需要一些时间去安顿家里人，还有大顺的娘。办好所有的事情，我就回来接你们。萱，跟夏叔叔说再见。哦嘿哇！哦嘿哇！这是我跟萱萱的秘密。那3天之后，咱们2路口见。不见不散。等我。等你。娘，听我吹。别胡说，不会吧？这店铺里的伙计都撞见好几回了，还不会呢？真的？老大家的亲口跟我说的，说以后也不打算改嫁，就一心一意的把萱萱给带大了，好好过日子。姐，这话是死的，这人心可是活的。那他们都合伙一块骗我？不能够，不会骗我，不会。姐，就你们老大家那心思，你根本就玩不过啊！姐，你听我的，你一定要早拿主意，听见没有？我能有什么主意呀？嫂子，你们回来了。叽里咕噜的唱着什么呢？他唱英文歌呢。啥叫英文歌呀？奶奶看。
嫂子，我给你打盆热水。哎，好，慢着慢着。奶奶看，哎呦，这书真好看，奶奶看看，奶奶看看，哪来的这书啊？叔叔给的。叔叔？哪个叔叔啊？夏叔叔。哪个夏叔叔啊？夏叔叔就是夏叔叔。谢谢你啊，宋平。咋了？你今天看起来跟平常不大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今天特别好看。是吗？啊，你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沈白，他又去华顺药铺找那个小寡妇去了。在里面待了2个时辰，后来2个人一起出来，一路上有说有笑的，一脸笑容，去哪儿不知道啊？那就是说，条件已经谈妥了。掌柜的，咱们是不是得赶紧动手了？今年给三手帮的礼物都送过去了，咱们的货1年都平平安安的，肯定是送过去了。那跟三手帮联系的那个人还是贝老太婆？对，一直是他。那好，你就跟贝老太婆说，二秃子一直想找的那对年轻小夫妻又来齐州了，让他赶紧动手。如果等人走了，二秃子这一辈子就别再想报仇了。是，去吧。大少奶奶，您找我们呀？小王、小江，我有件重要的事跟你们说。我决定了，把华顺药铺的股份4成分给我婆婆，另外4成呢分给我娘，剩下的2成股份按照资历和职位，分别分给你们2位，还有柜上其他的伙计，具体的份额都写在上面了。我们也有？对。多亏了你们2位先生，还有柜上其他伙计，咱华顺药铺才有这等兴隆啊！所以你们持有股份那是应得的。谢谢大少奶奶，谢谢。另外啊，这份股份契约上我也注明了，华顺药铺呢，将来由你们2位共同掌管。虽然我娘和大顺的娘持有股份最多，但是他们2位以及陈楚2家的任何人，都不可以插手药铺的经营事宜，而且他们也只有分红，股份是绝对不可以转让的。大少奶奶，你就这么信任我们？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我当时聘用2位来华顺药铺做事，对你们的人品心里早就有数了。往后这药铺就得靠2位辛苦的细心维持，这样大顺的娘还有我娘，生活上就有所依仗。哦，还有，不论是你们2位，还是其他持有股份的伙计，如果将来有一天离开华顺药铺，股份也是要收回的。明白，大少奶奶您放心，我们绝不辜负您的嘱托。大少奶奶，您这安排，陈家和楚家的人可知道？他们可同意？华顺药铺是我一手创办的，怎么处置那也是我的事。我相信这对2家人来说也是最好的安排了。哦，还有，这份契约呢是我亲笔所写，回头咱们还得去安克堂留个底，也不怕将来会有什么风波。大少奶奶，哎，您一定要走吗？这华顺药铺是您一手撑持下来的，您真的舍得扔下吗？我们舍不得您走。我也舍不得华顺药铺，我也舍不得你们。但是吧，我就怕，如果我不走，我可能也会后悔终生。大少奶奶，您是做大事的人，那我们哥俩就再次祝您跟薛小姐此行一路顺遂，前程远大。大少奶奶，您放心，我和王大哥一定精诚合作，力争华顺药铺蒸蒸日上，同时一定会善待陈楚2家。那就拜托2位先生。请吧。魏婆婆，守元药庄的人来了。守元药庄老梁
给魏老夫人请安了。怎么，又有货要从山边走？希望二秃子照应一下。啊，这次没有货，这次我是有个消息，想跟二秃子兄弟知会一声。什么消息？不是这几年二秃子兄弟在找一对小夫妻吗？我也是无意当中得知了他们的下落。在哪儿呢？男的死了，女的还活着，还在镇上开了一个华顺药铺。好了，话我会带到的。还未呢，大哥，娘。哟，韶华，你怎么有时间来了？我特意来看你们的。哎，少忠，妹妹来了，快来说说话。你就当我不在家。哎呦，娘，坐吧。想你了。娘，我这次过来呢，是特意跟你们告别的。啊？我要带轩轩啊出一趟远门，这一走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了。你说啥？要出远门？对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法兰西。法兰西？那不是洋人的地儿吗？对。你跑那儿去干嘛呀？你一个人带轩轩去？还有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靠不靠谱啊？很靠谱。那盘缠带够了没有？路上安不安全？那洋人的地儿，咱们中国人待得住吗？韶华，你可千万别被人骗了呀！哥，你放心吧，我和轩轩此行啊，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就别操心了。韶华从小就能干，肯定没事。娘，可他这次走的也太远了。是，你说你这日子过得好好的，干嘛非要走啊？我一直都想去外面看看，这次也正好是个机会。可是你走了，这家里怎么办呢？就是啊，那你的药铺怎么办？我走了以后呢，华顺药铺这边就交给王先生和江先生来打理。啊？交给2个外人打理？他们俩是跟我一起创业的元老，不算外人的。那不算是外人，那也是外人呢。那还不如交给我打理呢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信不过我？大哥，我不是信不过你，是现在华顺药铺他们俩做的正得心应手，贸然换人的话，我很怕影响到华顺药铺的生意。什么好影响的？华顺药铺的门道啊，和别的药铺还有点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药铺我开了几十年，不就低买高卖那点事儿吗？大哥，你就相信我吧，我这么做就有我这么做的道理，而且也是最妥当的。反正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信不过我，啊，怕我搞垮你的药铺。不是，我不跟你聊了。哥，韶华，你说你都要走了，你还不把药铺交给你大哥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啊？娘，大哥他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，我如果把华顺药铺交给他，那结局就跟池春堂是一样的。可是，我们就不说这个了。我今儿个来呢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跟您说。等我走以后，华顺药铺的股份，您和大顺他妈各占40%。那是多少钱呢？这么说吧，没有天灾人祸的话，华顺药铺1年的红利可以维持这一大家子的生计，就算将来小宝上学什么的，那都不成问题了。那就好。哎，但是你们只有分红，不能参与药铺经营，也不能把股份转让。那，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这钱你们就安安稳稳的拿着，未来啊也不用再为钱发愁了。好了，娘，我呢要回去了，啊。再过2天呀，咱们就一起去安科堂签字画押去。